下了3天的雨，天气终于放晴。今天第一个行程鬼怒川泛舟，这是昨天天气不好被取消的。即使今天是星期一，人还是很多。幸好我昨天有先来重新预约船班。在柜台买完票，先去领救生衣，然后走一段很长的楼梯到河边乘船。鬼怒川的泛舟登船需要拖鞋，旁边有塑胶袋用来装鞋子。我去年在长野县的天龙峡、天龙川参加过一样的泛舟，那时不用拖鞋。很特别的是，一次有3艘船一起出发。即将通过的是水岩桥，经过3天大雨的刷洗，天空如此湛蓝，绿树如此青翠。即将经过的是鬼怒水岩大吊桥，我昨天有来过。和长野县天龙川的泛舟一样，有塑胶布可挡水花喷溅。但鬼怒川的水势其实蛮温和平稳的。天龙川的水势较为湍急，水花喷溅到衣服会湿掉的那一种。欢迎大家也看看那一只天龙峡泛舟的影片哦。カメラあるんここ入っているよ。
现在看到的两座桥，前面是旧大剑桥，是一座吊桥，后面是新大剑桥。もういいで。およ。即将抵达目的地。从码头走上来，先交还救生衣。继续顺着路走上来，就是等接驳巴士的地方。趁着游客的人潮，当地人也在这里摆摊卖些小吃。天气冷，我买了杯热干酒。巴士来了，一次3辆，搭车数量有配合泛舟人数的安排。如果要继续前往鬼怒川温泉缆车，必须另外换乘缆车的接驳巴士，是免费的。我一度找不到缆车接驳巴士地点，结果竟然就在我出入金谷饭店必经的路口，在此用 Google Map 展示，就是这个小小的站牌。正面には目黒山、左側には高原山系の一面を眺望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。走出山顶缆车站，有一座木造展望台。展望台旁则是一座猴山园，可以买饲料喂猴子们。猴爷们要食物没在客气的。
离开侯园，顺着阶梯往上走，来到双龙门及温泉神社。整体而言，鬼怒川温泉缆车景区颇为平淡。从搭缆车上山，走走看看，再搭缆车下山，只花了40分钟。回到车站，我在对面找了一家位于2楼的餐厅吃午餐。意外发现窗边座位的 view 很好诶。这家餐厅店名是滋绿鸭鹤屋。吃完午餐，赶忙回到车站前看蒸汽火车 SL 大树号的车头转向秀。古老蒸汽火车，大人小孩都着迷。鸣笛声加上静驾静驾的蒸汽声，让我想起一首儿歌《火车快飞》。司机员坐在驾驶座，对着窗外的游客挥手。虽然是摆拍，但既然是展演，员工也整体配合。就是这种细腻度造就完整体验感，这是日本观光业的优秀之处啊！掉头完成，稍晚 SL 大树号就要发车，我要搭上它前往下津市站。这个表演从车头开进来到完成转向开走，大概5分钟。及早到，才会有完整的观赏体验哦。这是鬼怒川温泉站前的表演时间，基本上1天4场，但可能临时调整，像今天就公告只有2场。今天的鬼怒太帅气多了。在搭乘 SL 大树号前，还有一点空档时间，我赶快到对面的金谷果子本铺探店一下。很有气质的店，是个走累了休息的好地方。
SL 大树号运行于东武铁道的鬼怒川温泉站至下津市站。这两个车站都设置有转车台，都有车头转向表演。共有3节车厢，中间车厢设有展望空间。火车头烧的煤炭屑喷得到处都是，而且很臭。我坐在尾端车厢，乘务员发纪念明信片给每一个乘客，可以任意走到中间车厢的展望区。抵达下津市站，先不出票闸，最旁边的月台有一个蒸汽火车展示馆。这里介绍了很多蒸汽火车的运转知识和发展变革。继续往下走至月台，就是转车台。下津市站的最后一场车头转向秀即将开始。这里不像鬼怒川温泉站人那么多，拍摄得更完整。
就让我们再次观赏车头转向秀，在下金市车站。这是翻修过的下金市车站，周边很冷清，没有店家。盖个章，我就搭电车回鬼怒川温泉站了。第3天早上，我要离开鬼怒川地区，但我临时加了这个行程：东武世界广场，日本版的小人国。因为是由东武铁道集团经营，所以直接盖了一座小车站，以吸引人流。站名就叫做东武世界广场站，在鬼怒川温泉站的前一站。我上官网查过，有置物柜，所以是可以拖着行李来的。就这一间啦。东武世界广场的这个置物柜其实收费蛮便宜的，这一个大的柜子才500块，一般车站大概都要800块、900块之类的。我是早上9点半开门的第一批客人。大人门票2800日元，算是贵的。这个景点到底值不值得花这个钱来，见仁见智。我最终决定来，是因为本人在台湾从小到大没去过小人国。既然鬼怒川这里有小人国，也顺路嘛，来都来了，就一圆童年缺憾吧。一进来第一个看到的就是 Skytree。日本版的小人国。东京车站。东京大巨蛋。
呦，我远远就看到台北101。很贴心，有提供手机架让游客自拍。